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就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李延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时事评论员黄文忠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汤仁君，大家好。好，来仁俊直接看一下，那今天所有的媒体的焦点，一个在基隆。另外一个当然是花莲，富根吉到底什么矿税案啊，这几件事情会不会有什么一些的影响跟延烧？尤其基隆这个地方，因为好，从只是党部涉案，现在到行政单位、民政处长，然后因为40万交保，然后请辞获准，是整件事件的延烧，它不单是党部，它现在到行政单位，这是不是越来越拥对国民党来讲该怎么样自处？我觉得可能不只是国民党啊，因为这几次大家比较质疑到说，你刚刚提到拥有公权力的这些所谓的这个政府部门的人啊，涉入到罢免的这件事情哦，而且多数现在看起来有被侦办的，我现在就讲说媒体也有披露或检方有在侦办的，第一个。大概呢都是在国民党执政的县市，并没有所谓绿营执政的县市，所以这里面当然会让大家觉得说，第一个罢免当然是公民的权利。那你之前国民党像黄旅锦如的说法说，那个是公民团体啊，跟我们党部也没有什么关系啊。但现在看起来几个县市的这个所谓不管是市党部或者是区党部遭到搜索调查，甚至呢有人被这个所谓的羁押，然后有人交保。现在上纲到，比如说以基隆市政府来讲这个前民政处长张渊祥终于在今天呢请辞获准。我想讲为什么用终于？因为昨天被问到，这个谢国良昨天就被问啦说他接了40万交保，而且他个人其实已经坦诚，他其实有利用他这个民政处处长的身份拿到民众的个资，而且呢是跟罢团作为联系。那你基隆市府对于他是不是任这个职务，你要不要有所考虑？当时谢国良的说法还说他要跟大家讨论一下，当然会做出调动。结果到今天不用等到你调动，他请辞了。我认为他本来就该辞职，而且今天这个时间点更晚了。为什么我会讲就说罢团，他在这个阶段里面，他去送了任何的收集到或者拿到任何的联署书，他是送到哪里去？他就送到选委会去嘛。那你选委会有一关叫做什么？要做查核，因为你交到中选会一定是由地方去做查核嘛。我们之前在谈论花莲的时候，不是说有户政人员拿着一叠的这个名册或干嘛，结果花莲说那是行政疏失。那你那个行政疏失都已经引发这么外界的哗然了。那你今天在这个审查的过程当中，由你选委会来裁定，就是说，我觉得这个 O 不 OK， 这个行不行？请问这一段有没有公开透明？其实老实讲从过去到现在，选委会认定这个联署书合格跟不合格，基本上都是他们自己内部审议。他出来之后，所以才会有基隆那个争议嘛。你说你查核了26个人，结果你告诉人家说110几份钟说不合格，那你请问你不合格的判别在哪里？不好意思没有得你抱怨的，我说你不合格就不合格，这是我们现行选委会的做法。好，那问题就来了，包含到新北有讲说，他党部有国民党党部涉案的人，他也有进入到选委会里面当选委会的委员。是，那我就再问一句，外界一定会有这个质疑，请问你今天审查的这一些所谓的联署书的名单，到底是罢团送进来的，还是你们塞进去的？瓜田李下。更何况基隆的这件事情更夸张。我其实很反对谢国良昨天的那个说法，他被质疑到就是说，检调这样子调查搜索的时候，他说这就是一个伪造文书的问题而已嘛。伪造文书就是5年以下。他认为检调为什么在这个阶段里面不应该要有一个比例的这个状态？请问民政处的处长，他今天涉及这个案子是伪造文书吗？不是吧？他是一个公务人员政务官，他基本上就是个公务人员当他今天涉及到所谓的个人资料保护法，按照现在的法律上面来看，只要是公务人员，他就加重其刑1/2。请问谢市长，你昨天在回答这件事，你有思考到他今天是你民政处的处长所以对外界来讲会更可怕的是，你知道我们的民政系统细到什么程度？你知道，我们民政人员真的很辛苦。我要听民政人员说话。我们以前一般以为说公务人员就时间到就下班了，没有，民政不是，因为每天都有出生登记、死亡登记，对不对？他们每一天到下班之后，他必须把电脑报表重新跑一遍。跑完一遍之后，要把这个资料上传到内政部去，因为我们这样政府才会拥有每一天最新的，而且是最正确的人员的名册。那现在问题来了，我一个民政处可以大喇喇的在罢免还在联署，甚至现在看起来是在提案阶段
如果今天他提案单位说哦，我已经把这个霸团说我已经都收集好了，然后送到这边换你查核，你说我这时候去调户政资料，我觉得大家疑义上面比较不会这么的批评啊。当然你的手法或者是什么，这个还是要有可以被检视。可是当他还在罢免的提案的这个联署的阶段，请问民政处进去资料里面，然后拿到资料，然后透过霸团的群组，然后去把这个资料你有没有交付给人家，或者是怎样，庭上最后会证明哦。就是说你在那个阶段去跟霸团作为接触，请问我们的个资是可以这样流动的吗？我都讲基隆成为什么，你知道吗？基隆成为我们个人资料党政互惠交流平台的一个示范区啊！怎么会把一个叫做民间罢免的一个行动，然后透过政党，然后再透过市府的公务人员，把它3合1？哎，这会是像谢市长这么轻描淡写的说，这就是一个伪造文书的问题吗？他只涉及到伪造文书，我不理解。今天谢国良说，他念研究所的时候苦念了4年的法律，他很清楚知道法律的界限。那我真的想问一下，请问你的民政处处长干的这件事情，他涉及到法律哪个层面？所以我觉得对于现在整个这司法调查的这个过程当中哦，我刚刚为什么一开始我就讲？如果今天在整个的调查的状态，今天比如说哦，今天是罢蓝委的啊，结果是绿营执政的县市啊，他们今天有公务人员涉及其中，或者是呢罢绿委的，然后蓝营的，我觉得那也就算政党不是。现在大的问题全部都是，哎，对不起，那也不能叫算了，有违法就违法，就是现在问题都在于是，你今天都是要罢绿的议员，要罢绿的这个委员。结果出现的是霸团在联署一阶联署的这个阶段里面，出错的出错，死亡的死亡，然后抄名册的抄名册，对不起，补2个字，疑似哈，就是现在在涉入起来的，居然是连市府的这些，而且都跟选委相关的，就跟选务相关的这些人跟着牵涉到其中。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看到国民党针对这件事情有任何的说法啊，因为他毕竟是你基隆，是你国民党执政的县市啊。你们不是认为说这个都 OK 吗？有他们的他们是像林快玉他们不是出来讲说不针对个案去讨论这些，但是大家不觉得有不寒而栗的感觉吗？这某种程度算不算也是射箭化吧？那反正意思就是要针对在野，所有这些。那他们针对个案不评论，就是这个样。是，主持人是基隆人嘛，我都没记错了哈。是，我不知道基隆人现在看到今天这样整个事件发展，你会不会不寒而栗？我举个例子哦，林佩祥，林佩祥总是个基隆立委吧？是，他为了什么钟小平要不要去提告啊，或干嘛，跟钟小平看起来是杠上了啊。他说呢要提告，也我自己提告啊，为什么这样？但是钟小平不是现在我要这一趴的重点。而是林佩祥讲到了一件事情，任何人在未经过他同意，或者是呢造成他的名誉，或者是他的尊严，或者什么什么的，没有经过他当然会不开心。国民党是不是应该跟林佩祥讲一下，你不要不开心，这是小事嘛，这个东西滴滴答答的哦，又没那么严重，因为我们都是这样告诉大家的啊，没有这么严重啦，不是你不能双标到这种程度。林佩祥觉得就是说，有出现这种什么不合格的怎样，他都很生气了。请问在其他的阶段里面也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告诉大家，国民党你要怎么去说服这一些支持者，或者是你未来如何说服大家说，我们继续来支持国民党嘞？将军，刚才任俊讲说，小平本来说要到基隆去告，对，就林佩祥说不要，我们的事不要你管。结果那温朗公说他要去帮钟小平做这件事，而且这整件事情如果一路延烧下去，好了，因为林佩祥是立委，那绿营如果要罢林佩祥的话。林佩祥那会不会过2阶？这些张元祥前民政现在已经叫前民政处长了，谢国良是市长，基隆市议长童子伟已经直接点名说，谢国良你知不知情？知情是共犯，不知情重大失职。所有这些，有一部大家看过叫《京城四少》，对我们基隆没有京城四少，但是这3位是基隆政坛3大家族都在这里头了。这整个一路发展下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当然，基隆没有4少，至少有3少。你说林佩祥算不算基隆的1号望族的这个少爷？他有望族。对啊，你把他父母亲的政治资历拿出来看就知道了。张元祥，他父亲做过基隆市长。张通荣，基隆前市长。是，然后那
谢国良不用讲了嘛，谢国良的家族，那他现在又是本身又是现在基隆市的市长。因为像那个林佩祥，他父亲林水木是，母亲许少平，一个是市长，一个是立法委员。所以就是基隆3大政治世家了，这样讲，绝对是政治世家的3个少主嘛，是对不对？谢国良、这个林佩祥、张元祥，绝对是。那么少主之间是罕见的相处的还不错，就是我做完换你做，你做完换他做，反正就在轮流嘛，所以。各自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各自之间井水不犯河水，甚至是血浓于水，大家是换铁的好兄弟。所以张元祥这次出了这个状况哦，谢国良出来先是轻描淡写说没有啦，他伪造文书搞这么大，他是民政处长大家知道民政处长管多少事？从小孩出生登记到往生鞠躬公祭都归他管，从公庙的祭祀到人民出生的户口普查都是他管，所以民政处够大真的是够大。所以说你看张元祥他如果说承认了，据报纸的登记说他承认了，他坦诚认罪，他认的是什么？不知道，是说我帮你做核对，核对也不对啊。你核对应该是等到罢免团体资料交过来之后，我透过地方选委会，我本来就要做查核嘛。你用寄信的方式，或是你用电脑上来测试这个人在不在，还是已经往生了，这本来就该做的事，这是后端，人家矫健以后后端帮你做，而不是我名册给你，你看一看这些哪一些筛检一下，哪些不能抄，这不是共犯吗？这就是共犯嘛。那我要告诉大家，这个状况，国民党是个危机哦。国民党遇到民团要搞大罢免，第一时间就跳出来讲以罢制罢。其实大家觉得这是朱立伦讲的还是林涛讲？不是，第一个讲的是基隆市的这个国民党党部吴国胜，他是第一个说的。他在什么时候？在这个谢国良面临要被罢免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跳出来，我要以罢制罢，我要罢免议长同执委。大家记得吗？所以以罢制罢不是朱立伦最先喊出来的，是基隆市党部的主委。那这个时候，后来国民党说：“不要怎么弄，叫他这是我们基隆市党部自己的行为，就压下去了。”所以是不是从那个时候，他就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圣之群组，把国民党在基隆这些有头有脸的未来要从政的全部拉进来？为什么？这个群组最后他在台南市党部出事以后，他把它给解散了。那大家认为是解散就解，不是，他的解散不是真解散，他的解散在亲内奸呢。看来这个群组里面是不是有太多料杯啊，会出去告密的，全部解散踢掉，重新再拉一部分人进来。这一点让检察官说你在干嘛？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个群组为什么在这么关键的时候把它解散？而且正是你要揪什么揪罢免的时候，而且这个群组的主揪人是谁？是纪文堂，那是那个整个要罢免仁爱区市议员的罢免提案人，他是主揪的，他把大家全部踢掉之后又把它收回来，那这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所以国民党目前这个以罢制罢，从基隆、宜兰，然后再往下推双北，然后桃园没有，因为桃园没有民进党的立委，然后到台南、高雄，目前还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问题。可是这几个党部6、7个党部里面的党工，尤其是我很关键的一点，书记长被羁押。大家觉得说没关系啊，书记长没什么，没有羁押主委。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地方党部的运作，书记长的重要性重要过主委。主委是负责干什么？德高望重，募款，就挂个名字，挂个名，募款。然后呢，有什么事情出来瞧一下的，真正在做党务运作、贯彻中央指令的是谁？书记长。所有开会到中央去开会，主委有事不去没关系，他不是副主委去代理，是书记长去，甚至主委去了，书记长要跟到，因为很多中央指示的党务、文宣，甚至是选举的一些 paper， 主委听不懂，书记长知道，所以当你书记长被羁押，领中央薪水的书记长被羁押，你知道这个事情对于中央主发会有影响多大？你主发会知不知道？你好几个台北市、新北市。现在连这个基隆，一个一个都被压进去了。你这些党工难道不是你派的吗？那你就算没有被压，你好多的主委、好多的党工是至少几10万交保，那就表示你涉案很严重。那这时候国民党如果还不跳出来做一个很
很漂亮的至少要道歉。我觉得国民党中央至少跳出来道歉，我要对基隆，我要对双北这些党工的偏差的作为我要道歉。你至少要做这个道歉。否则你出来以霸制霸，你真的有一天国民党到街头去让大家签的时候，谁敢签啊？我签下去之后，个资会被你吃掉啊！我签下去之后，个资会被你收起来啊！因为国民党的信用已经在这一次的罢免里面完全破产。所以我说，当国民党不道歉的时候，你在下命令说，所有的党职人员、所有的这些民意代表、国民党民意代表，全部有 KPI 下去广范围的联署，谁敢做？张军刚说国民党要道歉。严凤跟袁志两个人在现场，那分别是蓝绿两大阵营，针对这个双方各自的立场完全不一样。好，来袁志，将军说国民党应该要针对这些地方做道歉，然后包括民进党，特别像基隆这件事，已经直接拉到说这是史上最大的一个丑闻，怎么能够连行政系统全部都尬进去？国民党这个地方，除了中央党部讲说他不针对个案的评论，然后同时他也讲说，检调有没有双标，然后你看到包括新北主委黄志雄说，这个为什么要大案小办，然后那个轻罪重判，为什么要搞成是这个样？那谢国良刚才讲说就是5年以下，包括连侯友宜在新北党部的书记长被收押以后，连侯友宜都出来讲说打压异己，两位各自针对吧？来，元真，你国民党需要道歉吗？民进党直接讲，尤其基隆这件事已经不是党务的问题了，已经到史上最大丑闻。民进党因为现在这个司法都已经在侦办当中了，好，那真相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不晓得。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那这个司法到底有没有双标嘛？就像今天高院出来讲，因为那个张渊祥他们抗告嘛，然后高院出来讲说，这个什么他说。联署就是罢免的联署的伪造文书和一般的伪造文书不一样。他说，因为罢免联署的比较民主基石，民主基石啊，不是啊，这个伪造文书就是小虎哥刚上次解释那个结果犯嘛，他就是你这件事情最后有没有影响到结果嘛？那这个标准也是那个时候韩国瑜被罢免的时候。当时也有人去检举说什么有死亡联署跟伪造文书，结果那时候检察官不起诉的理由也是说这个嘛，因为伪造文书它没有影响结果，它被踢掉啦，就被踢掉了嘛。那所以，那为什么之前是这样啊？就现在这一次忽然间大动作的，从北到南把我们的那个党工都抓光了，我们现在很多党工都没了呢。你们很多党部没办法运作。我讲一个嘛，谦虚，不是啦，不是啦，那个你们都听，这不要当法盲啦。现在讲的是比例原则嘛，就是说以前都没有这样子弄嘛，不是说好像你有犯错就一定要把他抓起来，不是这样嘛，以前都不是这样子嘛。那所以你看哦，台北市的那个竞选，我们的党部主委黄吕锦如，他是主要台北市的负责人啊。他不只是要协助罢团去罢免吴沛忆、吴思瑶，他还要反罢啊。我们在台北有5个立委被罢免当中，结果主要操盘者被抓了。新北主要负责就那个书记长陈振龙啊，他也是要负责，比如说要协助罢免绿的，然后也要反罢啊，也被抓了。然后基隆现在那么多个被抓了，然后宜兰党工一堆被抓了，台南一堆党工被抓了，然后高雄那个罢双节的领衔人被抓了，然后我们这个李孝亮就是罢吴沛忆那个李孝亮青年军啊，他们被约谈之后呢，被要求说，你们这个罢团彼此之间不能互相联络，那他要怎么罢啦？他一个团队不能互相联络怎么办？打掉重练啊！现在整个罢免吴沛忆的那个总部只剩李孝亮一个人啊，连一开始找的志工通通不能来了啊，空荡荡的啊。所以其实检方做这个动作，其实对我们这个不管是罢绿也好，或者反罢也好，造成很大的影响。你有没有听到严凤刚刚讲说，那就当初一开始就不要去任何违法的一些，就不会造成。可是问题是说，我们现在讲的是那个司法的过程嘛。那我看到很多。法界人士，因为有些那个联合报还有去访问一些资深的法界人士，他说以前从来都没有看过这种的，伪造文书算轻罪嘛，5年以下算轻罪，没有很少看到这种大炮打小鸟的，像那个吴宗宪啊，吴宗宪是他以前是检察官10-20年嘛，他说那个林右昌啊，民进党的民进党林右昌，他出来带风向，说国民党这个叫组织犯罪，吴宗宪就说拜托好不好，他以前办组织犯罪都是办暴力团体跟诈欺团体啊。没有说这种什么伪造文书还是组织犯罪的，这个是吴宗宪讲的。那他说，如果这样子就叫组织犯罪的话，
那政府常常造谣说什么预算被删啊，然后或者是剪掉一支泄密给媒体，让媒体来报道那个侦办内容啊，侦查不公开的问题，那这是叫不叫组织犯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预算被删是造谣吗？有一些啊，什么体育署被30亿，你要讲清楚啊！体育署被31亿啊，这个吴佩仪的造谣，你自己做坏事还怕人家去办你啊？有一些很多都是造谣的，什么我删健保预算啊，我们删老人津贴、育儿津贴都造谣的。那你要讲清楚啊！体育署被31亿啊，这个吴佩仪的造谣，你自己做坏事还怕人家去办你啊？有一些很多都是造谣的，什么我删健保预算啊，我们删老人津贴、育儿津贴都造谣的。那很多民进党立委都在造谣，那是不是组织犯罪？然后再来就是他那个吴宗宪讲说，这个你是念哪一家法律系的？哪一个？你说什么？我现在讲吴宗宪，他是检察官，他检察官对。然后说他那个宜兰啊，检察官去宜兰搜索的时候，把中选会发给霸团的要去领2阶段联署书的那个公文都把他带走了。然后带走之后，然后害那个霸团呢要去领的时候没有公文书，然后还问调查局说，你有没有被你们拿走？一开始调查局还不承认，后来好像是。检察官，一开始检察官否认，后来检察官再问调查局，调查局说，有扣错了，然后发明了一个新的词，叫做并同带走。他说这个叫并同带走，吴宗宪就说从来没听过这个词，好不好？你扣错就扣错，那你干嘛要发明这个词？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真的让你觉得，所以源自国民党针对这件事情，你刚才讲的意思就是像将军刚问的。国民党，你不觉得你们需要包括有党中央或什么针对有一些死亡连锁的时候，我觉得要有道歉之举？你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说，这个司法已经就是介入到两党的竞争。OK， 这个问题是影响很大，影响到整个这个社会多数民意、少数民意的问题了。来，严峰。好。只是因为刚刚听叶元之委员讲那么久，因为我是尊重他是一个立委哈，所以我也没有插话啦。但是因为你刚刚有，你刚刚有插话，你有插话，我没有插话，不要插话，没有，好，我要让我讲完，因为我刚给他很多时间嘛哈，因为他刚刚在给我的时间，不是你给我的时间。他刚刚在讲的，我刚刚插话也是可以啊。好，你刚刚有讲的这个论述，特别把几个人提出来哈。第一个吴宗宪嘛，对不对？吴宗宪，那你说他支持这些伪造文书？支持基隆的这个民政处长去用户政的系统把这些民众的个资泄露吗？吴宗宪过去他也支持迁赌啊。如果你今天你要这样子讲的话，好，他是检察官，但是他过去是支持迁赌的这个言论也被大家炮轰嘛。第二个，你把韩国瑜也提出来讲。我们在这边也讨论很多，那个时候因为韩国瑜被罢免的时间，后来立法院也是你们蓝白阵营去修法，你们要提高这个刑期了嘛，而且现在也生效了，所以大环境的时间点、法令实施的时间点根本就不一样。你现在还在讲清朝的事情啊，第二个倒菜的，然后再来，因为叶委员，你刚刚也特别讲到高院的认知嘛，因为高院的法官他有讲了3点，我给大家看哦。第一个，他说对冒名人的宪法权利产生危害。第二个叫做影响公职人员的罢免结果。刚刚叶元之委员还一直讲说啊，这个死亡联署这些都不会影响罢免结果，怎么不会？第一阶段你造假，第二阶段也有涉及造假的状况，就是现在检调在办的状况嘛。名单到底从哪里来嘛？你如果第一阶段就造假，自然就不会进到第2阶段啊，怎么不会影响呢？所以高院的法官才会讲说动摇民主基石这个状况。那我要讲的是说，叶元之委员，请问你的这个法律见解原来是高过于高院的法官哦，那你可能以后可以去。就是遴选大法官吧，我不知道啦哈。那现在国民党，你们觉得这整件事情，尤其基隆的事，是严重到是史上最大丑闻？为什么？当然是啊，因为现在过去啊，你说今天假设是发生在民进党的县市好了，如果是民进党执政的县市的民政局长或处长去做这样的事情，你看国民党跟民众党会怎么样子攻击嘛？一样啊，不要双标。我们一直在强调什么事情要一样的标准嘛。那他们国民党一直在讲说2个论述，第一个叫做什么？大案小案大办嘛，对不对？那你说这个怎么会是小案？你如果我今天特别去查哈，你知道在
全台湾过去我们一直在讲说公务人员不得泄密。我就查了我们台北市这边上面的字稍微比较小哦。之前也有发生过警察，他去调，因为他们警政系统嘛，调了民众的个资去泄露出去。你知道他也是地检署起诉，他最重他是被免职再来可以看到这个也是高雄的警察，他也是泄密，后来也是都被判刑那什么叫小案大办？如果一般的民众遇到一样的问题，也是检调单位法官都是依据我们的法令这样子去判，那为什么遇到你们国民党就变成小案？那第二件事情他说不严重，我告诉大家背信、诈欺、伪造文书，不是都是5年以下嘛，对不对？那国民党现在我们不分政党，我们都一直在讲打诈，请问诈骗还有分什么严重跟不严重吗？请问按照国民党你的逻辑是，以后如果是诈骗，那些诈骗的那个车手什么被抓到的时候就说，我只有骗100万而已，你怎么不去抓那个骗1000万的？我这不严重嘛？可以这样子吗？这个是我们一个这个100年大党要给我们台湾社会、台湾民众，甚至我们下一代的教育是这样吗？再来，他讲说这个是以前的事情，以前都没有这样。那我就举一个例子今天如果一个民众闯红灯，警察要执法，他要跟他讲说我以前都闯红灯你那时候你闯红灯你没抓到我，那你现在抓到我，你也不能给我开罚单，因为你以前没有开罚可以这样子吗？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说国民党这些立委们或者是公职代表，你们要辩护现在违法涉及违法的这些事情，请你们要拿出你们的论述的点，然后呢也要符合社会的期待，不要为讲而讲。来，我就因为他讲的有一些我听不懂，但我就回最后一个，对我就回最后一个。观众听得懂不懂？观众听得懂就好了。对，我就回，我们都听不懂。我就回最后一个点他讲说什么扯以前的，不是啦，不是说这跟不是闯红灯有被抓到有关。我讲以前是讲那个韩国瑜对我讲的是韩国瑜那个时候也是检方的见解嘛，那你的见解应该前后应该要一致嘛。那后来你讲的是说什么要付什么？你讲是什么？我们修法以后不一样，没有了。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一直误会是翁小玲修法，不是翁小玲，是徐真啊。那他修的那个伪造文书那个案子变重，那是因为搭配要付身份证影本嘛。你今天要付了身份证影本，你还伪造文书，你的罪当然就重啊。但问题是我们现在所有的霸团，不管是霸蓝也好，霸绿也好，哪一个是有付身份证影本的？全部都是适用旧法嘛。就可以伪造文书，可以不是，你都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我才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那你专心听嘛，你不要去打岔嘛。所以并不是因为国民党修法以后标准就变了，其实那个标准。因为他的修法之后是要搭配付身份证影本，现在就是没有付嘛，所以标准当然还是跟以前一样啊。不过敏凤，第一个你也是主张觉得国民党应该要对这件事情，党中央尤其像朱立伦主席要针对各个地方这些要道歉嘛，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最新是民党的秘书长林右昌直接点名朱立伦，说你知不知情？基隆这件事情是基隆议长童子伟，民党籍也直接点名基隆市长谢国良，你知不知情？显然，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拉高到包括党主席层级，甚或是行政系统的市长层级了。所以这些未来要怎么办？不是，我觉得就是说，刚才就讲一堆歪理呀。所以这些未来要怎么办？不是，我觉得就是说，刚才就讲一堆歪理呀。前提说你不要做错事，就不会被法办嘛。那你国民党做错那么多事，人家去办你还没东扯西扯，还说这个怎么办？这个不能这么办？你是犯法的人还叫这个检察官要怎么办？你在指挥办案哦。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杀人的人之后，然后叫这个检察官说你不能办我怎样，办我怎样的，很好笑你有看过陈进兴叫检察官不能办他怎么样吗？不能掳人或怎样吗？所以你们从头到尾就是自己不要犯错，就没有这回事。然后你们现在就硬呛人，硬跟什么这个怎么样挑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重要就是你们这边出来清理战场。
把下一个命令说以后都不准有这种事情发生，然后并向社会道歉，这才叫清理战场，才叫说才不会再有陆续的事情发生。否则你看看这个民政的单位涉入这个罢免的这个联署的名单，这是多严重的事情。你朱立伦或是什么一些法学专家，你觉得这个公务员不严重吗？台北市也有一个叫朱文清的啊，他也是一样，他已经被收押啦。那有事都已经有范例在前面了，那你现在碰到基隆人还照做？现在就是令人疑惑，就是说很多人，包括黄旅也被羁押或怎么样，为什么陆陆续续国民党的人还有人在继续照做啊？所以我觉得说，你朱立伦，你不要去那什么凯道抗议，你那抗议的这个理由大家是不会接受的嘛。你说这次这个赖总统的民调下滑很多，那你们国民党有升很多吗？你们民调升2%，2%是误差范围之内，根本就没有升。好不好？所以说，我觉得朱立伦，你这个东西你要出来，就是为了防止你们党员继续再被抓，好，党工不够，好，我为你们着想嘛。而联署书被没收，所以你们就朱立伦要出来讲说，以后不要干这回事了，我们党工还会继续多。那敏凤，请问一下，为什么朱立伦从头到尾打死就不讲这段？我觉得他就是死不认错啊，所以大家就怀疑说。是不是有组织犯罪嘛？这个又讲回来说，这个你说是不是会烧到党中央？对，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你各个地方党部在发生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你党中央没有出来讲一句话的时候，我就怀疑你是默许，你是默许可以这样子做，所以才会陆陆续续各党部都在做这种事情。所以你今天主席你不出来说这样子做不好，你也不用说什么对不起谁或怎样，你就说会同志会被抓，什么东西这样不要做了。这样就好啦，那你党工就不会少啦，联署书也不会少啦，什么抓抱怨一堆这样，那你们自己不要做错，就不会少人，不会少联署书嘛。那你朱立伦今天就是我今天很奋勇的在北检喊一句426站出来之后，你就开始觉得。这个司法的侦办，完全一切都是迫害什么在野党的，然后都是赖清德在迫害这个所谓的联署的问题，什么东西的？那问题是这个论点。这个社会接受你朱立伦的论点吗？如果社会接受你的论点的话，我觉得你们今天的民调就高到不行，因为你们是被迫害的人。可是问题是，今天你们就不是被迫害的人，你们是犯罪的人啊！你们不是政治迫害案件啊！你要搞清楚，好像一副我是那个美丽岛事件未亡人的感觉，这是很离谱吧？所以我就觉得说，你们明明就是犯了错，然后民政系统介入这个，真是史无前例，然后法律公布的时候就要实施的，然后你还配套什么？有没有用身份证？那很好笑然后我还注明说，此法要经过那个配套身份证之后才适用吗？这不是很好笑的理由吗？所以国民党今天逻辑颠倒到那种令人觉得很莫名其妙。你自己是犯罪还可以大拉拉的出来骂人，然后还可以出来这个所谓替自己辩解，然后完全都不知自己自私己过，然后不道歉，然后不那所以你们联署数就越来越高啊。刚才敏凤讲，元之，敏凤刚刚讲有一点，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要清战场？就是不道歉，这些事情就会一直烧。如果道了歉，就算后面还有哪一个党部被搜或什么，反正先道过歉了，那些那也是道歉以前发生的事嘛，要被搜也是这样。然后包括二阶，因为国民党还要冲二阶嘛，对啊，那你冲二阶，接下来这些有没有考虑过？像这个是不是当下国民党也应该要考虑的一件事？没有，这个我已经进入到司法案件，我刚刚也没有评论个案啊。说实在，他们到底那个联署怎么出来的，我也不知道，那个不是我去连的嘛。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当时的按照那韩国瑜那个案子，那个检方不起诉，也有一个理由。他只是问你朱立伦要不要道歉。那个理由是，你不要在那边讲东讲西。没有，那个理由是说，那个罢团也没有能力去检查说那个真的假的啦。我觉得因为已经进入到司法程序了啦，就让司法去讨论。那当然，但是因为现在因为我刚刚讲了哈，我们的很多党工都被抓了嘛，现在都已经人都不够了，所以怎么办？现在就变成要重组团队。好，那所以我们主席也下令呢，就民代都要去协助。那既然这样，来公民老师，这些由公民老师来讲一下。接下来好，这整件事情，以公民老师的角度来看的话，包括国民党，包括刚讲朱立伦要不要道歉，所有这些，因为整件事情还在烧哦。对。
不管是在地方党部烧，甚或有人在讨论说，今天有媒体记者直接问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人的时候，是直接问说，你们有没有心理准备会来搜中央党部哦？这些在案件侦办，你证据往下走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哦。所以接下来呢？我觉得这件事情要把它分开来看，因为国民党一直讲说，就是他刚刚那个原子讲说，韩国瑜那个时候，那时候确实是因为不容易查核。老实讲，如果你随便丢一个进来，那我查核能力不足的话，这样就要扣到领先人说要负全部的责任的话，那个本来就是一个问题。但今天国民党的问题是在于，他不是，他如果只是单纯的你说哦，只是查核上没有，就是人家丢个联署出来，然后我们没有查得很认真，检调就这种办法的话，我觉得全民也会愤怒。但他现在不是，他今天的问题是他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势力，是他把名册丢出来以后，感觉上就是有人开始这么用抄的方式，而且抄的非常的离谱。就是这个离谱的方式才会让现在整件事情变得各地方的这个党团，他国民党很多党部被收得一塌糊涂嘛。那这里面我们讲，我不会用组织犯罪来形容这件事，但我显然背后有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这个系统性问题才是这一阵子为什么检调拼命的，就是去收这些地方嘛。那刚刚原之提到那个法条的部分，那个选罢法98之2条，那个当然是徐宇珍跟翁小玲当时提出来的。那现在网络上就在讨论，就是说像翁小玲道歉，有流传一张翁小玲道歉表，这个零写错，我把它改正哈。他就说 PTT 乡民做了一张表，他说他要跟翁小玲道歉，道歉原因有下列4个。第一个，我被媒体带风向吗？不是，他没有打勾。他说他忽略他毁灭国民党的决心，打勾。看不懂原来翁上人是卧底，打勾。对于一级爆破事，男的就是钟小平，那女性就是翁小玲，没礼貌。所以他说，本人 PTT 乡民向翁小玲道歉，保证未来会尊重他德国法学博士的学历。这当然是在讽刺他。不过当时翁小玲在修98之2条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现在网络上都在流传，那就是说，他说要严惩造假联署。他对这件事情他很在意。你们自己修的是新法，是要附身份证，然后你们自己不敢附身份证，然后就拼命动。而且我现在讲说，为什么这一次的情况那么严重？我就讲，我之前查过2021年国民党那时候他在推公投的时候，他们那时候也要联署，当时的死亡率是0.3%。现在的死亡率哦，罢团就骂因为他们罢绿委的死亡率是从3%到7%不等，整死亡率多了20倍以上。那这个表示什么？表示你们这一些后辈跟2021年那些前辈比的话，你们丢人现眼，你们完全没有一个道德，而且没有遵守法律，就是你们抄的比例，那个错假率比之前的那些前辈们高太多太多。表示你们这一些后辈跟2021年那些前辈比的话，你们丢人现眼，你们完全没有一个道德，而且没有遵守法律，就是你们抄的比例，那个错假率比之前的那些前辈们高太多太多。所以国民党里面也纳闷说，那过去嘛是那样，过去嘛是名册开始，但是我认为过去的时候，至少他们有摆摊，他们里面当然会有人偷抄，但是大部分还是有乖乖去摆摊，然后乖乖去联署。那这个不是啊，很多人说你们根本就没有摊位，然后什么一天就莫名其妙多了200份联署书，人家那个录影都有在看说啊，几个杂役都没人去啊，什么他后来他宣布说摊位收完以后说我们今天收到200份联署书，你这个东西就有问题。所以今天的系统性在这边，而你们完全不去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才会让整个他们现在把它绑成什么？你知道？他们现在用一招，朱立伦现在用一招把这件事情合理化，他把它说成是司法迫害，所以他把它跟谁绑在一起？他把他跟柯文哲绑在一起了，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后来朱立伦要跟柯文就是跟黄国昌2个同台抱在一起，然后甚至他们426要一起上台，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件事情绑在一起。那我觉得小草你们也不要认清，就是你们家是贪污，然后是这样有比较好吗？啊，那现在国民党你们是伪造文书，然后你们现在要把它绑在一起，然后用这个方式去取暖的方式去。但是我平常讲以支持度来讲，刚刚林凤姐有提到赖清德的支持度确实有下滑，然后我也看到苹果日报有一个那个线上投票，就是你满意赖清德还是不满意，一半一半，所以目前局势是一半一半哦，所以他们用这样的那种悲情诉求，把它搞得好像就是司法迫害，这一招目前看起来是。我平常讲，在策略上是有效，只是我觉得以一个道德的高度来讲的话，你们这种行为只会让很多人觉得说，堂堂一个国民党啊，做错事啊，你们就那个顶来的喝嘛，你觉得就是重新的开始，一步一步的附上身份证，一步一步的去抄，那
动作虽然慢，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高度。你泱泱大党，你有必要搞到这个？我补一下，赖清德民调下滑有很多因素，不是那个有关税吧，对，是关税的东西，这种影响比较大。可是刚才一中刚才在讲说，对，是不是因为赶着要在适用新法以前做，所以才会出现了这么多一些的问题？但是就算是这样吧，明凤，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罢免议员，因为这次基隆是出在罢免民进党议员身上嘛，罢免议员联署的份数大概200份吧，200多份吧。像郑文廷他第一阶段大概500而已，500，结果他的合格率啊只有52%，就一半而已。对。那其实我昨天特别问他他说其实他们只要大概再补个150份进去，第一阶段就会过。但是他不知道说他们这个民政处长怎么会用这样子那么严重的状况。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有500份的，还有另外一个是可能比500份也许还少。民凤连这几百份都要用到民政系统来帮忙，对啊，这像话吗？不管你多少份，你都不能用到民政系统。但是我没有办法想象，连这么少的份数，为什么也会出现违法的事？因为院子有答案啊，就被抓走了，所以就没有人联署啊，不是吗？党工不够，党工不够啊！他是为了剔除那个死亡，所以这个就是所以他们送出来的死亡连署是所以这就是那我觉得奇怪，之前死那么多，为什么现在都没有？这就是荒谬的地方。你有办法动员25万人上这个凯道，你没有办法去联署几百份的这个联署书，这不是很奇怪吗？所以这整个党部不晓得在干嘛嘛。其实我再补一下这件事情为什么严重，就是因为现在裁定书也说还有共犯没有到案嘛那刚刚有讲说，罢绿的议员怎么会那么严重？那当然大家就会去回想说，那你这个手法会不会用在之前罢良的时候？那是第一次用吗？对啊，因为之前才刚罢良嘛，对不对？那后来是失败的状况嘛，所以现在也要查说，你那个群组为什么要把它删掉？那成员有哪些人？有没有涉及到之前的罢良？是不是也用相同的手法？比如说去泄露了民众的个资等等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如果假设真的有这样子涉及的话，国民党真的就是团灭。我来说明一下为什么一个区。仁爱区啊，这些一个区的议员要动用到民政系统，因为国民党在基隆不是大党部，基隆的党员，我如果记得没错，跟大概桃园一个中立区党部的人差不多，因为我们基隆人口本来不多，我们一个整个基隆人口好像是30几万吧，不到30万，跟桃园的一个区差不多。我们小而民间，我们是赚对。你党员也有500个吧？你就把党员都拿超过500，他党员大概2到3千人。可是呢，你如果分到，因为基隆有7个区。他那个区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党员啦，你光靠党员可能就几十个，甚至不到100人。你要如何党员有党员总有家人朋友吧？对，可是家人朋友的资料党部没有。对，所以他就是因为没有，对，就是要他找到党员这个人头以后，及其家人，他必须要动用到民政，不然他怎么有他的这个所谓的身份证字号、出生年月日？所以这才是为什么只有基隆。他一个市的市党部要用到区，然后区要用到所谓的民政系统，因为他那一个区小区没有那么多党员嘛。好，但不管怎么讲，违法就是违法的事儿。那你说这整件事情，尤其在牵扯到连行政机关，如果都到这里头的话，那未来这整件事情，刚才那个严凤有提到嘛，因为在财经里面还有提到说，包括共犯的一些问题啊这些，那后面还会怎么样一些延烧？可是这跟整个国内的大罢免，你可以想象出来，它跟国内整个大罢免风潮，虽然它是出现在基隆的议员这件事，可是它就是整个大罢免那个风潮。但除了这个以外，个别的一些委员是会不会也延烧？对于整个罢免会有包括后面的一些加柴添火，像这样的一些效果。譬如说花莲这一席，蓝绿都觉得是重中之重。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傅昆萁总召这一席在2阶，如果照民团公布的话，他们可能会在5月2号大概会送件，那也已经过了他们所谓的安全门槛。可是这件事情又延烧出来，人觉矿税的那件事情，傅昆萁的回应很简单，第一个，反正就是旧案新炒，冷饭热炒，就是这个样。以前都不知道已经查过多少次了，你们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还要做这些。另外，他讲的就告诉你说，没有1分钱进了个人，然后这个过程当中还经过议会，然后议会里面呢也有民进党的议员，
意思就是不是我做，是大家都这样子。但你看到有英党有什么事在这个时候出现，你自己听到英党看所有这些内容，你会怎么样看？我觉得花莲县府应该赶快先自清一下，就说当时参加这个会的这些人，到底谁授权他们去？第二个是因为内容太过于惊悚，去的那几位有副县长、秘书长是，还有包括环保，包括税务是，对不对？那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其实就是几个在英党里面有曝光的人啊。那我刚刚为什么讲说惊悚哦？包含到他这个时任县府秘书长叫张义华嘛那讲到说这个想要善尽企业跟地方政府的良好互动，老实讲，通常会讲这种话的人应该是企业的人我们想要善尽企业跟地方政府的良好互动，居然是一个县府秘书长出来讲说我们想善尽企业跟地方政府的良好互动但是他又提到说你看我如果等不到你们相对的人的善意那我接下来花莲县府呢，就至今而后依法依规章办事，把法放在第一。我老实讲，我先念到这边，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是，那你当时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你们是不按法来办事是吧？那法本来就不能违法吧？你怎么会突然的来这一句就说你如果这不配合不把法，我们会把法放在第一那你们之前是怎样把法放在屁股后面是吧？那你们之前是怎样把法放在屁股后面是吧？甚至还后面还提到说你们是不是赶快回去想一想要对这个花莲县府释出善意很多时候该停止就停止，那个当然是针对司法的那个部分因为这个福安嘛他们认为说我8次行政诉讼我都赢那结果你看还说什么你该停止就停止，这样的话有助于你们这个集团在花莲长久的基业。我不知道这是免礼真还是怎样啦我不知道就大律师的看法，这个算威胁、算恐吓，还是算善意的这个提醒我不知道，这法律上可以界定那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副县长严新章在当时的说法说什么？他说你们有来说要退回你们缴的钱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针对那个2亿多啦那另外还有一个那个律师费看起来是没办法退了因为400多万应该是要由这个花莲县府来扛嘛但是他就说因为这是司法还没有结束，但是如果谈企业回馈照顾地方，那这个地方那这个我们就再谈那我也老实讲，这听起来也很怪。第一个，你没有你说又跟人家讲说要退回缴的钱不可能。但是我们回来谈企业回馈照顾地方那什么叫谈企业回馈？通常会讲这个话也应该是企业的人说吧，很少会有官员说来我们来谈一下企业回馈你是港透的就跟台积有其他2家都有给对的，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谈你再回来看事实上时任环保局长的这个饶宗他还提到说你福安，因为福安就是不断的，因为他们其实在那个会议里面他们有讲啦就说我今天有股东我有股东要负责今天这笔钱就是应该回到我的账上，我如果突然我自己不要，我怎么去做解释呢？结果你看这个时任环保局长饶宗他就说，你福安今天这样提出这样一个关系那一切依法办理我们就依法没关系。你们的空污操作许可证逾期，我们可以马上叫福安矿场停工。我来对到这一位时任县府秘书张义华的话至今而后依法依规章办事，我们会把法放在第一。如果他逾期，该怎样就怎样拿来作为谈判的手段吗？我不知道，这个听起来很荒谬老实讲，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么多的英党里面的小小的一部分但我认为对外界更好奇的，其实还有一段话，就是有一个伟大的这个与会的人讲说，台北2个大人都瞧好了。我的就问一下恁副馆长嘛在这你说还有大人在外面，请问大人大人是多一个大人是偌大啦？我名字就问嘛，如果看起来这个大人应该比副县长严新章还要大嘛，那比县长比副县长还大，应该就县长嘛，但是如果是县长，你就讲是县长，而且县长应该在花莲吧，我觉得是直接的质疑嘛。那你说2个大人讲好，哪2个大人在台北谈好了？对，然后就问我为什么刚刚讲花莲县府应该先自清？这个话很伤。花莲县府的自清是告诉你不要造谣抹黑。没关系对，花莲县府有说了，他直接出来说不要造谣抹黑，就跟刚刚那个，其实花莲县府这个说法不好啦，因为这个案子已经进入检调，而且1月份就调查了。那1月份就调查，大家记得那个95至尊大楼旁边的员工宿舍被敲的时候，
傅昆萁不是那时候讲说，这就是司法哦，那时候其实就有在传啦，就是跟那个矿税是不是有关啊？那可是那个时候在调查，其实也没人提这件事情啊。傅昆萁把它拉得很大嘛，哈。那我现在讲，我老实说，我不去猜测大人是谁啦。我的我不是小人，就是我们这种小孩子没办法去揣测大人的世界嘛，啊。但是当你的官员今天在跟企业开会的时候，居然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要求企业，你这是不乐之捐还是怎样？我不知道啊。但你今天讲说，我告诉你哦，这个大人你都已经瞧好，你们就回去办。为什么？他另外提到了刚刚敏凤讲到那一句，当这个幸福水泥旗下的福安矿业告诉你说我做不到的时候，居然与会的官员可以跟他讲，别人都可以，为什么你们不行？你们要去检讨。别人是谁？别人是大公司啊，那福安那么小公司，那两家都是台湾有名的啊。我再讲一次哦，你们那个时任县府秘书长张义华说会把法放在第一，我不知道你的法那个在你们这些与会的官员里面，法是放在什么地方？但看起来法是成为你们来跟企业谈判里面的一个工具吗？还是手段？还是一个威吓的东西？就我刚刚为什么提说花莲县府到现在为止，其实老实讲那个回应很烂呐，说什么造谣抹黑，你干脆说我们谈论个案算了，反正检调已经在调查了嘛，你干脆说那个案算。可是这些人代表县府开会耶，这会让外界质疑。刚刚提到说别人都可以，那在其他的那几家企业是不是跟你们跟这个福安矿业经过同样的那个过程我们找你进来谈，为什么？矿税大家都70啊，为什么人家可以吞你吞不了？这是里面的话啊，里面的音档里面甚至都呈现说你不要管什么董事嘛，董事是不是没有压力？他对提到那个读懂的问题，他是不是没有压力？官员去跟企业讲说你们是不是没有压力？哇，压力好大呢，所以是你要给他压力还是怎样？他们只看数字，你们要去协调嘛，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吧。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法，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在谈法，但你会发现在那个过程里面谈的不是法，我们讲说法理情啊，它里面谈的是什么？它就谈的是情，那个情叫什么？叫勒索的情啊。所以我就讲今天傅昆萁有出来回应，他说检调该怎么查就怎么查，我赞同他的态度我赞同他的态度，因为毕竟他自己这样喊的嘛可是对于这些官员当时出席，除非花莲县政府出来否认说没有那一场会议，没有那一场会议，那里面录音的都是假的，因为这些人现在看起来应该还健在人世啊，应该都还有办法问得到嘛。既然他们当时是用花莲县府官员的身份来出席这个，花莲县府要知情很简单，找这几个人出来讲。那一天在会议上面有没有发生报道中的这个情况？你有本事这3个人出来否认嘛？将军，这整件事情其实监察院曾经有过纠正，对，而且像昨天在节目里面，双夫大概把整个时间序大概排列了一下，甚或这件事情，大家会像那个沈默阳他就讲说，跟去年，在立法院，因为你知道这整个大罢免的风潮会烧成这样子。主要的2个原因，一个是去年上半年的所谓的法案的问题，下半年呢就是所谓的总预算的问题。那上半年的法案里面有一个在修跟税法有关系的，什么样的意思是说，跟这个案子的10块到70块之间，因为那跟地方税则有关系，原来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是吗？其实你说地方矿采的这些税收是由地方来制定，合不合理？合理啊，规定就是你啊，规定就是你。可是为什么会搞到这个？你让厂商去告市府，通常不会，非走到山穷水尽，他不会告市府，因为什么？矿场在这里，我跟你鱼死网破了以后怎么做生意？民不与官斗嘛。对，民不与官斗。所以说，厂商在告市府之前，先会走监察院，就是让监察院看是不是弹劾，然后你就收手了，那我们再来谈嘛。所以厂商有没有做？其实厂商都做了。这个2021年的6月25号，福安矿场的矿业公司就提出了展延申请。大家注意到展延申请，因为等一下监察院的内容你会谈到。那么在2021年的7月2号，那花莲环保局就函复，就说好啊，那你们就缴纳审查税。那么7月5号3天后，他就缴啦。这个福安矿业公司就依规定把税金给缴完了。好，重点来了，2021年的7月7号这一天开了协调会。这个录音是不是在这天被录的？我们不晓得，因为媒体报道是说，媒体报道说他录音了嘛，在这天录了音。
那么花莲县政府现在有2个办法，第一个就是好，我跳出来说明怎么回事；第二个，这个录音都假的，这是伪造的，是 AI 的，跟我们无关。你只有这2个方式，你不能说进入司法程序，那你是县府人家是告你那最后那为什么到了2021年7月16号到10月19号，福安矿场就好我不开了？是为什么不敢开？是因为这个这么重的税下去，我受不了吗？还是他决定跟你鱼死网破要提告你？可在提告他之前，他真的跟监察院做了所谓的我申诉嘛，我不行嘛，所以监察院也纠正了花莲县政府，它里面说什么？所以我刚刚讲了，为什么要讲到那个所谓的这就是这边的第一段，要讲到福安公司提出了展言，因为这里面有提到，那在这里面监察院的回复说，花莲县政府以充裕财源为由，然后平衡对辖区的山林保护的影响，在民国98年间开始制定了矿产自治特别条例，做了合法，这版你们可以做的。在105年的第3次重新制定本自治条例的时候，没有考量到业者的负担能力，表示福安矿场他受不了嘛，他觉得你给我一下增7倍，我好像没那么好赚，我是挖砂石不是挖黄金，所以他就做了一些申诉，产生了征纳的征送，然后让新的制度迟迟没有获得财政部的备查通过，让征收法据导致前面的这个税源消失，然后呢，所以举债弥补收支短，它就是你本来要增加7倍。反而因为产生了争议而收不到钱，然后会让县府应该收而未收到，影响县政府的财政健全。来喽，这边就讲的，该市府未依规定审查矿石开采业者固定污染源操作许可证之展言申请案，就是这个。你该审而没有审，然后确有为师，依法提出纠正。监察院告诉你，你有问题喽。你有瑕疵喽！你这么做不但没有充实你县府的财库，还让你县府应该收的税没有收到，而造成了县府的财库的损失，才要借债来做一些补充。那所以福安矿场说，那我既然民不跟官斗，我不开采了，可以吧？县府就损失啦。然后接着福安矿场就是幸福水泥又告了这个花莲县政府，我告诉你，一审败诉，直接败诉。所以才告诉你说，你要不要把这个花莲县政府就说你幸福水泥撤了好，你把这个撤掉，那人家不撤啊，这个案子拖到现在，那不是这个案子了了，不是说不起诉没事嘞，是这个案子还在诉讼中。那这个时候录音档流出来，那大家认为，你认为傅崐萁当县长的时候，到底是帮花莲县政府争取到了应有的财源？还是因为该争而未争到，这才是整个问题的症结嘛。可是这整件事情，当然你说，这整件事情检调是不是有在查刚才讲的这些事情跟傅崐萁总召之间有没有关联性？那最后当然你要看法院最后的定验是什么。可是这整件事情先不讲法律，因为还有一段时间跟程序走。但是光以政治上来讲，元真，这件事情尤其在现在罢免。这如火如荼四处你说烧成这个样子的时候，那对傅崐萁对花莲这一席来讲的话，会不会那更雪上加霜了？对花莲哦，我觉得你觉得已经没有影响了，因为已经烧到了嘛，反正也烧到极致了。现在他就补件少了4000份，然后补件又还能过，你就知道他那边仇恨值有多高。对，他应该我的判断了，因为我记得我很早以前我就讲了，我觉得大家应该2阶过阶都非常高啦，因为就看那个谢国良的案例就好了嘛。因为说实在，我们现在被罢免那么多立委，没有一个条件有比谢国良好啦，或者是跟他差不多啦。因为他第一个他是市长，他是一个市长，整个市府应该是很多资源可以来行政资源可以来用嘛，比如说他可以办理的说明会啊什么之类的，可以来借机宣传他的政绩嘛，我们都要自己来处理嘛。然后第二个，本来基隆就蓝大于绿嘛。那第三个是他本身自己基层就非常雄厚。那他那个时候2阶的联署本来一度已经后面好像已经没有声音了，就后来民进党的议员什么介入协助的时候，一下就过了啦。那在我们都没有条件没有他那么好的情况之下，那大家要说2阶不过机会很低啦，我觉得就很低。那
现在看起来傅昆萁而且也过了，对，所以这些。你的意思说已经影响到极致了，再加这个也没有什么再多影响。接下来都是傅昆萁就拼投票啊。现在看起来傅昆萁而且也过了，对，所以这些。你的意思说已经影响到极致了，再加这个也没有什么再多影响。接下来都是傅昆萁就拼投票啊，就是他的策略应该就是要想办法把他的基本盘把它吹出来，不同意大于同意。那请问一下，那你们现在我看媒体上有报道，像徐老师说他要去收，因为你们现在要罢绿的是15区嘛，然后这15区当然你们也碰到了一些的状况，譬如说中正万华那一区现在是由。因为是戴其清现在是站代议长站代你们的党部主委嘛，对。那这些像中正万华这一区，对你们来讲有很多领衔人也不见了，这个也不见了。对啊。可是现在你们要罢人家的15区，徐老师就说他可以代收15区的联署书，你有吗？我还没。但是你们我要收也是可以的。不是，然后你们说要罢免赖清德，大家都知道罢免赖清德，最起码没有。你说要过2/3立委，大家都帮你们算，要蓝营全保，绿营大概几乎全被罢。因为那你们现在又不做这些，因为他们的 KPI 其实是假的。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是主席好像2-3天前才讲的。哦，那我们主要地方党部的人都不见了嘛，所以目前可能也是委员，你们主席讲 KPI 这件事情不是这2天，其实他早在1个月以前他就曾经讲过。你是不是在乎国民党主席？对，因为我那时候有看到新闻，而且我跟李明贤议员同台的时候，他刚好有讲到这件事情。所以你的意思说讲了1个月？讲了1个月，但是就是还是那么多造假联署，然后他们也没有动起来啊。你有个礼拜3开那个党团大会，然后在里面就决定每个人都要有3成。有3成，对，有。所以那时候那个你们2个比国民党的，所以黄吕锦如有没有？不是还把很多台北市的议员叫去开会啊？就是要讲不答这件事情，说我们要列 KPI 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动起来。这是1个月以前的事情。我觉得那时候可能没有落实了。我说真的啦，因为我没有什么印象这件事情，我就专心反罢啦因为我们那区也没有绿的立委可以罢嘛，所以当然就是像巧芯一样，就是可能协助其他区的收件，我觉得这可以做到。但是如果要像民进党那样，因为民进党是动用非常多资源在罢我们嘛，他们议员都非常投入嘛，对，像今天早上还有民进党的议员到我们那一区也在收联署书啊，所以他们的议员是非常投入，但我们的议员目前除了那个罢吴思瑶的那一区比较激烈之外，好像其他区看起来是还好，没有像那个罢吴思瑶那一区。你的意思说你们的议员都放着你们的立委不管，然后就自顾自的？没有，民进党的议员是都会跟着保护他们的立委。反罢当然都有帮忙啊，现在是在讲罢绿的部分。对啊。那之前都是你们的议员怎么都没有动一下？有的有动啦，但是没有像民进党目前那么动。但是因为现在已经状况不一样嘛，现在状况就是说。我们现在党工都没了嘛，所以你采取的策略跟徐小新不一样啊，你就是要趴着，徐小新就不会趴着就对了。可是都要进入3阶了，不是吗？对，进入3阶之后就是主书战啦。对啊，那如果说你看他为什么不是问题是我主书战2阶过了这么晚。那就是显然跟他低调有关系啊，不是啦，跟徐小新高调有关系啊。没有，他也没有高调啦。现在因为我组织战也是板桥的啊，那我这区也不能罢别人呐。不是啊，我可以理解原之委员为什么没有动，因为他现在自己要面对罢免，所以他那徐小新也要面对反罢，对，可是他还是去帮其他。人收那15区，所以徐小新比他危险嘛，所以就自己的策略要弄好嘛。没有，我们现在就看党部对的嘛。我觉得党部应该会陆续会跟我们明确讲，就是没什么人吗？譬如说，中央党部还在，中央党部还在，过不久可能也没有什么人。就要跟我们讲清楚，你们有没有那个危机感？就是今天有媒体直接问到你们中央党部的像林宽一他们，就直接媒体是问说，你们有没有心理准备中央党部被收？你们有可能啊，因为像林右昌也都讲了，说是组织犯罪，我不知道他讲这句话是在带风向还是怎么样。就组织犯罪的意思就是有一个人发号施令叫大家去弄嘛，那他讲的那个人一定就是朱立伦主席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当然很多人会猜到说会不会下一步就是党中央，这是一定有，所以因此其实整个党啊，我平常讲，包括党工、志工
或者是其他比较支持国民党的人，其实现在是一半愤怒啦，但是一半也是非常害怕。我举426的例子，426那一天说实在看起来是蛮多人的，可是其实有些人不敢去。像那一天我们新北党部书记长被抓的那一天，后来我去问我们那个三重区的那个以前的同事啊，民意代表同事啊，他就说有好几个志工426本来啾要去，大家不敢去。其实真的这样子司法这样下来，还是会有一些。所以25万人是骗人的就对了。他第一说还会更多嘛？本来50万。你有没有听出来？严志的字里行间还是在讲说，你们有用司法在威吓这些的味道。没有啊，那如果假设用司法的话，当时黄旅锦如第一次他就不会说无保请回啊。那我觉得国民党不能如此双标。我再重新再讲一次哈，这些司法跟检调系统它本来就是独立的，不会是任何一个政党可以直接去影响，不要去挑战台湾的这个法治啊。然后你刚刚讲说啊，有国民党的支持者不敢来参加啊，国民党的大造势的活动啊，为什么不敢参加？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心虚的话，你只是出来参加一个活动。他们一直在讲说战独裁，结果更好笑的是，不是有媒体把它放上去网络上面，中国就直接把它文全部撤掉封锁。我要问的是，在台湾有哪一家媒体你上架的新闻？国家用国家的力量也好，或司法的力量，会让你的新闻整个消失不见。所以谁才是独裁？我想观众朋友应该心里面都有一把尺。OK， 那整个看起来的话，罢免目前算起来，如果要是你把罢团所公布的所有这些来算一下了，一周现在算一算，大概有19席的蓝委现在已经过了2阶了。如果这样，因为现在还不知道，还不是最后确定。那最后确定的话，有可能因为一般来估说，包括可能20到25。那这所有这样好，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门槛。所以2阶只要一过，有人说徐巧芯为什么要收15区那个绿委那个，某种程度也是把对绿营的仇恨值要拉就全部拉高，因为。这个时候你没有道理再冷战了吧？你冷战到最后，大家就进了冰柜了，大概就这样，所以大家都热战。当然，那徐巧芯的每个选区有它的特色，因为徐巧芯那边本来就是蓝大于绿的地方。那他会被罢免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他过去投他的那些蓝，现在要出来罢免他。那他现在他要收那15个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把蓝这件事情再一次激化，然后提醒那些过去就是准备要罢他、之前投他那些蓝的，我们现在是一国，我们现在是一起。OK， 所以他那个策略，我认为是合理的。但我现在讲就是说，那这个罢免这个联署，现在当然就是刚刚讲小虎哥讲，大概20到25，最新的就是我们的原资啦，就是原资其实很辛苦，才好不容易破到3万2啦，尤其在上礼拜的时候，原资那一区是告急啦，罢团那边告急，就是说，因为一开始大家都看好他那一区会提早达标，就没有想到很多地方都达标，他那一区迟未达标，所以大概这1-2个礼拜吹出来，他好不容易达到这个法定门槛的137%。然后另外，你讲到这个，我想问一下，因为罢团一直在讲一件事，426。对。刚才袁之讲，还有很多人是因为恐惧不敢出来。对。可是大家看到这个场面，人确实多，这个不需要讲，人多就是人多，不管你说他是动员来的或什么，他就是这种人。那，但是我也听到有罢团人又直接讲说，你催越多人出来，罢团这个地方就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罢团这个地方也反而因为426。在很多就是那个边缘的，反而被吹出来更多，是这样吗？有，而且那一场影响最大的其实是郑正前。本来郑正前新竹都在盖牌，一波台波去绕一堆移工去那个场子以后，现在大概明天他们新竹也会公布，我大概郑正前大概也 OK 的。好啊 ，OK。但我觉得这个也不是问题啦，因为本来就刚刚袁之讲，其实2阶只要大家努力，他们基本上都会过。以他们的仇恨值来讲，那罢免洪孟凯更厉害，5万达标。那我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说为什么要罢团一直在强调说他们要达到法定门槛的130% 以上，因为罢团是有算过的。正常来讲，他们是说，因为他们考量到就是说法定门槛是10%，但是因为他们说1阶可能会有重复联署1%，那加上过去1阶可能错误率是1%到2%，所以他们抓130%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他的那个分数能达到130的话，大概扣掉那些被错误剔除的，基本上都可以一次就过关，就不用再补件。所以他们现在罢团都是以法定门槛130作为他的那个标准。那除了这个以外，我要讲就是说，那其实大家不要小看，因为国民党一定很难理解，就是说为什么你们民进党可以动员这么多侧翼去帮忙？你想这样啦。
霸团都是以法定门槛130作为它的那个标准。那除了这个以外，我要讲就是说，那其实大家不要小看，因为国民党一定很难理解，就是说为什么你们民进党可以动员这么多侧翼去帮忙？你熊这样啦。这一次其实是民进党在后，是霸团在前，是霸团走得很前面，所以民进党只好跟着。民进党是侧翼。对，可以这样讲，民进党是霸团的车，我讲真的，所以民进党是后来民代才跟上去。一开始真的是这些。那为什么呢？最新的广告是第10支这个台湾 Action， 那这一支其实我看到这10支里面最感动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主角就是一个拔萝卜，就是罢免罗明传的一个女生，叫做琪琪。那个琪琪是大家如果有看新闻的话，她原本都是戴个帽子跟口罩，可她在3月26号那一天一个记者会上，她就说，她觉得。他必须要，他说很多人都遇到那种危险或威胁，他觉得他也要露出来，所以他那个很感人，就是把帽子跟口罩脱掉，然后给大家看。那这一支最新的广告就是以琪琪为主角，它里面用他妈妈的声音。他妈妈说，因为霸团，我们看那个画面，很多都是这些女性的志工，90%是女性的志工。那这些女性志工在各市场上啊，各地方都遇到很多的，有的是被打头啦，有的是被呛瞎啦，有的是被威胁的啦。然后说这里是什么国民党的地方，你少在那边给我罢免。所以这里面其实充满了那个影片2分多钟影片里面把那些画面都秀出来，就是说让人家看的其实很心疼。那一个妈妈就琪琪的妈妈说，她其实要的不多。他一方面谢谢琪琪做这件事，其实他只希望琪琪可以每天晚上平安回家。就是用到这种。然后另外有一个霸团，也是他们拔萝卜的那个罗明才那边的志工，是叫露露。那他的儿子就说，他看到他妈妈这样每天在外面，然后罢免难免会被骂嘛，然后他其实也很心疼。那孩子说，他希望他可以快快长大。当立委、当总统，那目的是要保护他妈妈。所以他说，谢谢你们保护着我们的母亲，台湾。我跟你讲，女性的力量才是这一次霸团，这可以感动那么多人。很多人一开始其实也是觉得说啊，你打靶被人假扮的雄鹰啊，爱理不理的。可是当那些女性的志工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在市场，然后用柔性的呼唤的时候，他就是感动的。所以这一次国民党一直不了解说，为什么他们可以霸团这么的绵密的说，到底是有谁在背后 support？就是这些女孩子、这些女性们、妈妈们一个一个走出来，所以这才是这一次。然后你知道霸团认真到什么程度吗？这给各位看一个，他们对品管很要求就是说不是说随便你丢出来，这里面是在台东的那个罢免黄建斌的那个联署书。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是人家说是中国历史的人物都跑出来了，有谁呢？卫子夫，你是谁我也不知道。然后网友帮你注记是孝武魏皇后，是历史的一个很厉害的人。然后第二个是李隆基，是何许人也？他是唐玄宗的本名第三个李世民是唐太宗的本名第四个是李大亮，他说这是李府王爷谢玄是东晋的名将徐茂公是曹国公，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然后迟孟标是谁呢？我拿起唐代的开国名将，也是持府千岁这些人呢？其实就是有人在故意在那边搞捣蛋。你看那个字迹，最后那个字除了名字是那种历史人物以外，那字迹都一样。但我现在跟你讲就是说，霸团他们是这些志工是很细心的一个一个看到这种东西，他们马上就剔除。所以为什么他们的错假率很低？是因为即便有人也想要来乱，想要来开玩笑，他们也是一份一份的这样去剔除。然后甚至他们也会帮忙，就是说帮你填。他说其实他们填很快，2分钟就可以填完一份，然后你只要愿意联署的人签名就可以。可是他说很多联署者是他们愿意，他们想要自己写，那写会有错字，错字就那一份就报销，所以他志工都是一个字一个字钉，然后写错就要重来一次。他们是这样一份一份的收集到，他们说这是给台湾的情书。那我要讲的是说，国民党晚餐不了解这样代志啊，干嘛跟唔知道这边。我想到一件事，我想要再分享一个。我最近看一个电影，就是那个台湾剧叫《听海勇》。《听海勇》里面有个剧情，就是说那些俘虏，因为日本投降了，那些俘虏他们就把他挖一个坑壕沟，把那些伤病的俘虏就丢到里面，就把他枪杀了。好，那当然最后要进行审判。审判的时候啊，那个检察官就问那个到底是谁干这件事的？你知道，指挥官跟副指挥官说，指挥官只跟副指挥官说做该做的事。就这样，那副指挥官只跟队长说做该做的事。那接下来，biang，指挥官跟副指挥官说问了不完的讲，我们就是说做该做的事啊。那至于他们下面怎么做，我们怎么知道？所以这件事情是在法庭上，后来是经过那个检察官抽丝剥茧以后，一个一个认出来说，你拿着刀逼我，我只好把他biang啊。所以是这样。那我现在讲是说做该做事这件事情，大家现在讨论说，你国民党中央，包括你市党部，是不是对下面的下令说，民车在这边做该做的事，然后下面去做。那你现在是要撇清这个责任吗？前来有那个影片，最后那些
那个检察官对着那个日本的那个军官说：“你是一个堂堂的日本军官，你还到现在还要说这种谎的时候，那军官后来就承认说，对，我的意思就是说要把他基本上公民党你们这些高官，你们底下那些超名册一个一个被压进去的，那我问你们这个系统性到底是不是有人上面只是说做该做的事？你们要出来讲啊，不是这边大家撇清责任，好像一副跟你无关的样子。”我让你直接跟元之对这个口，因为你刚刚讲说国民党一直不了解为什么霸团会是这么绵密，然后为台湾要做成这个样子。因为元之在节目里面讲过很多次，元之在讲说明明就是民进党在后面什么什么，我记得元之有这样讲。义中刚才讲，你都听到，尤其是你说推出10支那样的影片，然后这支也很感人，对，然后包括过程当中，然后那些霸团，但原是一个国民党为什么你们没有像这样的一些霸团会出来去做这样一些的事情，去做这些，在义中的眼中，他就觉得是国民党你们也没有办法感动人，然后所以大家不愿意这样做，是这样吗？你们有些团体跟民进党本来长期关系就很好啊，金明联啊，长老教会啊。像长老教会拿政府非常多钱，这一次在各地霸团都扮演很关键的角色了，国民党就没有这些组织啊。那义中举的那些志工，当然我觉得有啦，但是绝大很多也是工读生啊。像我在我那边，我志工，我那边也是有啦，因为有些工读生也会跟人家聊天，都会讲出来嘛。我那边有10几个联署站也有支持者，有时候就问他们说：“你们在那边干嘛？”很多人都说1个小时多少钱都有讲出来啊。所以资源，我觉得资源多少还是有差。我们那里哇，菜市场发面子啦，然后塞文宣的广告科出来了，还罢免总部，我去年中就已经参与那个很多青鸟的运动。那我知道他们的组织，你当然知道背后有长老教会或是那些青民联，这是事实，因为这些本来就是从太阳花时代以来这些所谓的公民团体。那你说他们跟绿营比较好，这个我也同意。那以重点是啥？绿营是被他们一路骂到臭头你知道最近很多绿营的民代被点名呢，对啊，因为很多地方他的那个联署份未达，他们现在是直接点名说你们这些绿营的民代都在那边背后都不来帮忙，所以你知道，所以我说为什么是霸团走在前面？那民进党的那些党公职其实某种程度上只是跟着，相反的。中国国民党，你过去有很多的你们那些，不管是青光辉系统或是你们公民团体，北是公民团体，现在人的公民团体也是那一步开，你们的公民团体都不在那冲啊！我觉得这种讲法我很痛心啊！我觉得这种讲法我存疑啦，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柯建明自己都自爆了嘛，他说在去年1月13号之后，就跟卓荣泰跟赖清德讨论过大罢免这件事情，然后民进党发言人卓冠廷。前几天在直播的时候也非常得意的讲出来，就是说，哎呀，只要有民进党有各区哪个议员不认真联署的话，赖清德都看得到，都会映入赖清德的眼帘。就是赖清德非常重视要把国民党立委罢掉这件事情嘛。你刚刚讲那个，包括像柯建铭之前提出大罢免，他都在1月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气候，国民党那时候气候，那时候其实气候不是很好，是霸团不眠不休。所以啦，他们不管，所以就是他听不懂吗？他故意的。所以说这个到底是鸡生蛋，蛋生鸡嘛？就是说柯建铭开始规划这个事情之后，后来就青鸟飞出来的啊。因为赖清德不是常常讲说蓝白怎样，青鸟会飞出来嘛？所以青鸟其实他召唤得了啊。所以叶元之委员就只要去参加那个活动的这些年轻人，全部都叫做青鸟，都是支持民进党的吗？其实不尽然呢。其实不要太小看公民跟年轻人的力量。今天国民党会落的这一副田地，就是因为这个嘛。那第二个，他刚刚讲说，为什么这些长老教会或这些团体都是跟民进党比较亲近？他国民党你自己要检讨啊。青鸟会飞出来嘛？所以青鸟其实他召唤得了啊。所以叶元之委员就只要去参加那个活动的这些年轻人，全部都叫做青鸟，都是支持民进党的吗？其实不尽然呢。其实不要太小看公民跟年轻人的力量。今天国民党会落的这一副田地，就是因为这个嘛。那第二个，他刚刚讲说，为什么这些长老教会或这些团体都是跟民进党比较亲近？他国民党你自己要检讨啊。你为什么不会去想说，为什么这些团体没有？那你刚刚讲说你们都没有这些组织，因为我们一开始是以霸制霸，那我就说你应该要去思考，为什么你们过去执政了那么久？那包含这几年，不是你没有办法争取到，你们
没有办法争取到这些年轻人、这些公民团体的支持嘛？没有，他们也不是完全是支持反民进党的，很多年轻人是反民进党。但明凤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件事？你长期来从以前观察国民党一直到现在，国民党的热或他的刚讲到旁边的这些团体的热情在哪里？就连朱主席，等一下军令状了吧？就是你们列为考核啦，什么什么这些，但你感受得出来，包括国民党不管民代啦或其他这些人，愿意要这样子的热情，真的有激出来吗？其实没有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民进党国民党的侧翼会激出来，会就是像什么退伍军人团体或是年改的那一批人，那种就很像是国民党的侧翼那种人，就是。可是问题是这一次，那为什么这些人不出来？那你是不是第一年的作为让这些人很奇怪？所以这些人有时候。今年也很多人跳到这个所谓霸团那边去啊，但是我要讲啊，这次的霸团运作的指挥中心真的很强啊！我觉得那位企业的老先生啊，真的出钱又出力，他可以集合一个办公室，然后整体有一些互动，然后有一些互相援助。它机动性，我跟你讲，民进党搞不出这一套的啊。所谓党以后就会变成僵化。那你看他这个党，你比如说这边满了，然后现在公告月圆之啊，月圆之还没有到5万还是几万的啊，所以霸团一出来，他就可以调动这边那边。对，他是全部在攻向月圆之，然后那个月圆之所有摆摊的这个场次，通通在这个表上面，所以他们的机动性就很高。我这边满了之后，我就去支援那边，然后他们不会互相吵来吵去，不像钟小平跟钟佩君，对不对？还会说，你说中正万华那一区，对，说还会吵说，你交什么1万的连署书，也不会像黄旅这样的人呐。这个东西就是说，霸团的这个志向或是工作目标非常的清楚，但是如果你真的加入政党之后，它就会复杂化。可是因为先前的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开始都是霸团在做，他们也说第3阶段他们要退出，所以退出之后他们就也不会有人需要选举。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看那天下雨，上礼拜6我也在大安文山大安区那里这个逛街，那还有很多霸团在那边摆啊，还是下雨还是怎样？可是大安那个罗志强明明就已经过了啊，可是他们还是继续在努力，在披着雨衣，然后在那边摆摊子，你就知道那个热情不是说党部人可以支持的啊，党部人就是。我觉得像议员啊，或是这些民代，他们一定是透过他们自己既有的组织，然后去签一个东西，他们不会费功夫在路边给你摆摊。所以说，你们今天就是你们从一开始就要错估整个霸团的动力是什么嘛，动机是什么？然后你们先前的炸弹都不拆解，然后到现在才在装乖，装乖以后有什么用呢？明凤，那请问一下，这次在2阶的时候。包括您刚刚讲那位企业界老先生的反共是这次2阶的一个主轴。对啊，到3阶呢？到3阶这件事情还会变，因为这3阶接下来一定就是蓝营刚才袁姐也讲了，他们现在就是准备大家都打热战。那如果接下来呢？接下来到了3阶以后，反共这件事情还会变成在罢免投票这个第3阶段的时候是一个主轴吗？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是啊，然后还有那个国会的事情也会更多一点嘛，就双线还是会双线，因为反共在这次用起来好像还蛮有用的，所以说那个我觉得还会继续啊，所以说国民党就那国民党怎么办呢？因为国民党好，国民党口中这个叫做两岸交流，他们的人还是会去。就像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人点名说，国民党还是有副主席，这时候在跟沙利言啊，这时候在跟那个宋涛啦，或跟谁啊，还是在。那对国民党来讲，那他怎么办？所以第3阶段他们还是这个主题还是会被打。所以我对朱立伦就是这一直以来是迷之操作啊，我完全不懂他在搞什么，就是说罢免你们不。倒阁是可行的，你只要说服这个白银，而且依照民进党现在的情况，不会给你解散国会的。可是倒阁可以增加你们的气势，因为你们一直说我给你们比去年更多的钱，那你们内阁这种不会做事，是你们烂，你们烂就应该倒阁啊。可是你们不做啊，而且你们人数是过半是够的啊，可是你们不做啊，然后又跳一个高调，就说罢免赖清德，然后我就不晓
晓得朱立伦是怎么样啊？是疯了还是怎么样？就是然后呢，明明大家就在打你两岸的东西，然后你现在就一定要去办什么联湖会的20周年，然后一直讲说，赖清德你这台独的梦幻是不会成功的。赖清德当上总统以后，哪一件事情是在推动台独啊？就是有一种就吃了迷幻药一样，不晓得在这里面一直打滚啊，然后连主席也很迷糊啊，所以就一直转，所以就转不出来。那我说实在，你务实一点啊。你现在，我问你，共产党给过国民党什么好处？也许有很多资源没有错，但是整体那些资源都不构成你们会赢得选举的这个基本要素嘛。尤其在现在要紧的时间点，你们至少就现实面来讲，就应该避掉一些不利的因素才对。没有人这样子傻乎乎的，前面有一个那个什么板子，我就硬要弄上去，我也不晓得你们是要干嘛。我讲一句话就好，朱立伦不要那边讲那种罢免总统这种假议题，跟王国璋两个人那边报，你们现在就可以提倒阁，然后你只要国民党的54加民众党的8，就是62就可以倒，你不用怕什么赖清德，因为当然解散总统、解散国会是赖清德的权利，但是我想知道的话，如果你们可以倒阁成功的话，如果赖清德没有解散国会的话，那至少卓荣泰下来了，你们至少可以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让社会觉得说你们是有 guts 的，你慢慢惊如果赖清德真的到时候解散国会，就重选啊，这有什么好怕的？重选你要有信心，你拿到76席的话，你甚至连赖清德都可以罢呢，你们都不敢，然后这边抱在一起，用跨模，用跨衰，难怪那些志工在路上一步一步走的时候，你们就是兵败如山倒。你们过去也罢免过黄国昌，也罢免过黄捷，你们也是有公民团体，你们也是有陆战团体啊，这么早一得啊！我很痛心，我希望国民党加油。还有一点很奇怪，因为全部人都要进入3阶了，进入3阶很严重那你应该赶快积极的弄3阶的这个策略，看是要陆战要怎么弄，然后空战要怎么弄。虽然是以陆战为主，但是你整个党团、党部都应该，而且罢免人是不能募款的，你这党中央要负责非常多的金流。可是你现在竟然发动军令状去签署蓝委的2阶。你不觉得罢免罢绿委的2阶？那你不是觉得这种时空倒错吗？很奇怪吗？OK， 来将军，我要跟大家讲哦，国民党为什么这么惨？刚刚小虎哥说到了第3阶，反共会不会成为第3阶的所谓的核心的一个目标？会，为什么？因为中国国民党一直在换制一个概念。我们当时，民国72年进军中当兵，我们有一句口号叫做消灭万恶共匪。有没有一句口号叫做消灭台独分子？没有啊，没有。消灭万恶共匪永远是在台独以上。我们那时候认为把共匪消灭就没有台独了。国民党为什么这么惨？刚刚小虎哥说到了第3阶，反共会不会成为第3阶的所谓的核心的一个目标？会，为什么？因为中国国民党一直在换制一个概念。我们当时，我民国72年进军中当兵，我们有一句口号叫做消灭万恶共匪。有没有一句口号叫做消灭台独分子？没有啊，没有。消灭万恶共匪永远是在台独以上。我们那时候认为把共匪消灭就没有台独了。当时我们受的教育是这样，可是现在国民党做法怎么样？他把中华民国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于9·2共识，等于习近平，等于1国2制，全部都等了。所以你支持习近平，在中国国民党你无罪；你支持9·2共识无罪，甚至你支持1国2制的台湾方案，他也可以接受。可是有一个不能接受，叫台独。台独是在民进党称为党外人士的时候没有办法当总统，所以他们说要推翻中华民国，所以那时候我们反台独。可是现在蔡英文、赖清德都当了2个加起来第9年总统了，你还推翻中华民国吗？连胜文讲说，如果不是国民党的话，两岸早就军事。重点来了，连胜文他到中国去，他说如果不是国民党当刹车皮，如果没有这块刹车皮，中共早就打台湾了。那么，请问中国共产党打得最凶的是谁？中国国民党。因为国共内战你们打败了，才到台湾来，所以我才会在那边出生啊。对啊，如果不是国民党，怎么会丢到大陆呢？没错，如果国民党没有那么，是不是要讲这种话呢？对，他如果那么有出息，他打赢了，我在山东出生，我不在这里出生啊。所以你还说我到台湾来，因为还好有中国国民党，所以成为刹车皮。你怎么不说中国国民党把战争带到台湾来？如果没有中国国民党，台湾会有战争吗？
这完全是叫做颠倒是非。然后连胜文还讲得很大声，他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连胜文移到台湾已经几代了，从连雅堂开始，对，这么多代嘞，你还在说这种话？我告诉大家，为什么会越多的台湾人认为说我是台湾人，我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我不屑你，因为你中国现在对于台湾的倒行逆施，对于这种压力，甚至这么多当时反共的国民党变成亲共，让大家痛心，让大家难过。易中老师还对国民党有痛心，有期勉。多余的啦，不用的啦，他们不会回来的。所以我说现在国民党要跟台湾人民和解很难，但是跟中国共产党低头很容易，这才是第3阶段中国国民党这么多立委会被一一罢免掉的关键因素。元师，如果第3阶段刚讲到打热战，然后包括反共这些主轴啦，所有这些，对你们来说真的这么吃亏吗？我们是反共啦，但是绿的就会一直抹红嘛。就以我来讲好了，我就根本就光我就把我的选区顾好啊，我十几20年都没去过中国了，国台办一个都不认识啊，就一直，然后那宣传车一直在那边说什么我们通匪，这就是抹红啊。对我来讲，我们所有生命财产家人都在这边啊，我们不顾这一顾哪里？这就是一种斗争的手段嘛。那我觉得为什么老是要讲这个议题？因为内政不好讲。譬如说，哎呀，川普的这个政策到底对台湾的经济怎么影响？政府有没有拿出一个什么对策？对不对？这个大家现在都在检讨这件事情啊。然后我们会看日本怎么做，韩国怎么做，然后再看看台湾怎么做，怎么觉得好像台湾做的做法都比日本、韩国软，好像美国说什么我们都照单全收。就是其实大家对这个事情对政府的意见很多，还有能源的议题啊，你这核电到底怎么样？郭志辉。昨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又在讲说什么？哎呀，那核三也很容易啊，修法就好了啊，以后做小型的怎么炉啊，就你方方面面很多内政议题，它不好讲。那不好讲怎么办呢？就很简单啊，你就中共同路人呐，反正现在按照陈玉珍的说法，中共同路人比路人还要多了啦。现在只要意见跟民进党不一样，就通通中共同路人啊。但我觉得，因为这一招已经用久了，所以有点钝了。所以你觉得第3阶段不会再？民进党还是会一直这样打，但是我觉得这招用久就有点钝。然后再来就是民进党现在也被质疑说你是真心反共吗？如果你是真心反共的话，为什么民进党内部那么多的共谍你们都没有认真去抓？像那个吴钊燮的助理这么重要的位置，他在那个位置他是可以看到很多机密电报的。可是他8年只做一次中层查核。你不是应该很重视这件事情吗？怎么没有共谍你都没去都不重视？其实中国国民党到底亲共还是反共人民的感受会很深啊，这骗不了人啊。如果你们不亲共的话，我就问，你傅崐萁在会期期间，你带了那么多人去那边鞠躬哈腰，去那边握手，那些影像大家都现在还看得到啊。第二件事情是这2天这个流亡的作家袁宏斌教授，他不是也有出来讲，他现在是连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都自己评估说，他称一个名称说，国民党内部有所谓15席的中共代理人立委，他是这样子写的。袁宏斌教授，他不是也有出来讲，他现在是连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都自己评估说，他称一个名称说，国民党内部有所谓15席的中共代理人立委，他是这样子写的。那他怎么不会去写说，我们民进党里面有所谓的中共代理人立委？这个就是感受，现在是连中国共产党都觉得你跟他们是站在同一边嘛，所以这个是事实的呈现哦。你怎么会相信中国共产党的话啊？你不是反共的？你们如果不相信，就不会跑到中国去了啊，对不对？而且有多少人拿了中国的好处？国民党有共谍就赶快来抓，不要。我们也是在抓，司法也是在抓，不然为什么那些涉及共谍案的也是现在有被羁押的羁押，被调查的调查？所以绝对没有说什么半蓝不半绿的问题嘛。好，然后再来进入到3阶段，为什么进入到3阶段？我刚刚还是要讲这些公民团体，我就讲一个，其实他们真的现在要拿出来跟国民党对比都是可以显现出来这个你看，这个是发生在我最新的今天
你知道，当这些公民团体大家罢蓝委的这些公民团体很认真，每天都出去摆摊的时候，你知道在国民党里面呢，赖宜任他们做什么事情？他就是花钱嘛，他就是用所谓的信箱投递的这件事情，而且还怎么样？直接就丢在这个保全大楼保全的桌上。这个是民众直接在这个靠北天母帮的社群里面写的。所以我要问的是说，你们现在国民党是连保全都要帮你们做 KPI 吗？怎么那么不负责任？而且再来，你说赖宜任啊，我问捷运外面可以这个政治活动吗？当然是不行嘛。他大啦啦的就直接写说，他所有的这个联署站全部都是在捷运站。那对比一般的这个罢蓝委的公民团体，之前人家只是在淡水捷运站外面举那个小牌子就被驱赶走了。那你怎么会赖宜任你们这些人，然后去知法玩法的状况，就是要挑战公权力？来，任君最后1分钟，进入第3阶段以后，可以预估得到国内，因为看起来罢蓝委的会是大概会在同一天。那如果国民党要积极的做罢绿委那些，他们当然也希望能够在同一天。如果真的假设罢蓝委这是在同一天，会有20到25席都在进行罢免投票。对全国来讲的话，几乎就是进入再一次的选举了。那就是组织战嘛。老实讲，这个所谓的仇恨值啊，或什么东西啊，到了2阶过了之后，你说到3阶还要鼓动那个仇恨值，基本上我觉得效用不大了。因为对蓝营来讲，他只有在第3阶段的时候，他的组织才有办法在这个阶段里面告诉人家。因为在2阶之前，那个所有的都是反对的声音出现啊。那这是我一直在想，就是说朱立伦为什么这时候突然要丢出一个罢免赖清德？也就是你回来看徐巧芯过去的战法也是一样啊。刚刚提到徐巧芯，因为这个最早的时候不是也要把那个什么企业家拿进来，就是不断的 PK。为什么要形塑一个敌人嘛？那今天国民党何尝不是把赖清德作为这个？搞不好后面会比照一个模式啊。罢免某某某就是罢免赖清德啊，就他透过这个方式，希望让他的让他的这些支持者，让国民党的支持者有一个假想敌的对象，而不是只局限在自己的一个选区里面啊。但我认为这个当然会考验的，就是说，刚刚比如说像元之所提到的一个情形啊。你今天要发动大罢免，结果你把目标着眼在的是说，我今天来计算你们去罢免那个民进党立委那一区，为什么他的国民党的人动得懒懒的？因为老实讲啊，原知那一区的人，他为什么要去护别区的？或者是原知那一区为什么要去弄别区的？那也不干他的事情。对他的选民来讲，那个我又不生活在那些委员他怎么样跟我无关啊。所以你就会看得到为什么他的组织到现在为止他没有办法往外动的原因。因为对很多人来讲，那根本事不关己，所以我认为他当然想要形塑的，就是到后来到3阶投票的时候，因为现在看起来，因为蓝营的大概蓝委要被罢的，都是在1阶送完之后，基本上没有被推荐。所以你如果算时程的话，比较有可能是高度集中在这个地方，形塑一个新的稻草。对不起，我不是讲总统是稻草了，就形塑一个稻草的对象，让他的国民党有一个可以集中说法，主要吹的。就回到组织票啊。接下来因为看时间的话，大概也差不多在这几天，罢团大概都会送到中选会去，所以最后那等中选会确认以后，到底有多少席蓝委要进入第3阶段，多少席绿委要进入第3阶段，而整个国内到第3阶段以后会是什么样一个氛围，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拜拜。